早也是一刀，晚也是一刀。好，走吧。我们有可能要亮4盏灯了，同学们。真的吗？嗨，老师。啊，我操！好，现在到大会议室集合。哇，这我当不同意啊！别整了。哇，老师们已经做好了，好吓人啊！好吓人。好。哎，看看他们的神情，以便于我们猜下一次谁赢了。嚯，草蛇灰线呀，劝林老师。大家都到齐了。今天呢，不是采用发邮件的方式来通知大家的结果，因为这一轮考核的结果可能比第2轮、第3轮产生的影响要更大，分儿多呀。每当我们在大会议室聚集来宣布结果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人要离开我们这个实习的集体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就到了宣布结果的时候。哎，你看刘佳宁现在笑得很沉稳，我觉得佳宁应该表现不错。那首先从我开始，诗文和韵林。那最终我以及我询问了凯旋以及看到后期成品的我的其他同事，我们得出的意见是一致的。一致的。我这一组考核胜出的是韵林。黄韵林相对可能做晚会，包括做节目状态比较多，所以能感觉他是相对比较亲切的、有交流感的在跟你说。在彩票店买了4万多元的彩票，幸运的中奖10万余元，但男子不仅没有拿到钱，还在今天被判了刑、罚了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看报道。他们2个人同时，我都设置了一样的一个应急，就是提字器灭掉。韵林是很迅速的低头，马上接着稿子念。暴雨，那同时呢，我们看到个别点位的大暴雨，并且还伴有雷电。在节目上的表现呢，那没出大错，整体播报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。你们太棒了呀！白老师，白老师，快给我们点灯。我觉得我们这组是这2天最辛苦的一组，因为外景的节目确实和棚内来讲，要在风吹日晒，而且我们真的是经历了风吹日晒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能完成下来，都是极大的进步。那我通过今天他们3个人从头到尾，我观察下来的结果。我认为表现最出色的是林蔚，林蔚眼泪已经到这儿了。林蔚确实需要分了，上一次也很努力。如果老师第2，然后擦肩而过也确实。杨林伟。杨林伟把这个摄影师作为了串联起这个故事的主线。我这个片子的主题是想通过你镜头下的这些上海的老人，对，串联起来，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上海。正好说邻居这边有一位老师说要来看看，就让我觉得摄影师这个人一下就丰满了，一下就火起来了。哇，被你一说我都很想看。然后有一个点我都想学，他是有心，因为去人家家里拜访，我要带点水果去送给人家。打扰了，我想给你带点水果。哎呀，谢谢。你这里太有腔调了，王老师。有礼貌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就特别有人味儿。就我们以前拍下山，我都没想到我去人家拜访，给人带点东西去，所以他是给我惊喜的。
林蔚就得了25分呢，他此刻跟张诗文就同分了。对，第二了。没有，他不是第二，现在。王韵玲才是第二，因为她10分加20分就是30，所以现在庞征依然是第一，35分，然后王韵玲30，然后有2个25分，林蔚并列第3了。那这么看，可能在圆桌的2位男士最后面很危险。好，接下来请鲁豫老师来宣布结果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子泰和王玉，看表情。陈晨老师来宣布结果。那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定的规则，佳宁如果在这一组当中胜出，也就意味着实习生当中得分最低的将会离开这个实习的地方。如果佳宁踢馆失败，没有在这一组当中获胜，那就是佳宁离开。好吧，我们再明确一下规则。鲁豫老师这边呢？我内心已经破碎了，我疯了已经。就我特别羡慕张老师，就是你有很多明确的指标。2个男孩都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如果你让我只能够按这种 KPI 特别简单粗暴的选的话，他的口型最后是，这也能捕捉到吗？这一针口型对着的是侯，侯王，开口的是王，所以他的口型是王侯还是将相呢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那就是来，最后一棒交到陈老师。如果我选雨佳，那不是就是佳宁就直接走了吗？你如果选了佳宁，就直接走了。你不只决定了1个孩子，你决定了2个孩子的命运。我真的现在心跳突然之间砰砰砰就快了。因为我们是给东方卫视招未来的 offer 的人，我们不可能从更多的情感的角度来讲，想留谁不留谁。更多的还是谁的实力更强，在你看来，你会因为这个临时改决定吗？来，下面请问陈老师，您的选择是？然后我想在今天的课题的表现当中，更胜一筹的是，那我最后就是选择的是。我们下一期再说，好的。不是，我们先把灯给点了呀。先庆祝吧，咱们来吧！恭喜我们加油团推理成功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4个渴望灯牌。3、2、1，请点灯。不过这一次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杨林蔚的成长是最令人刮目相看的，因为他完全非科班出身，仅凭一腔童年时的热爱，但是这一次展现出了毋庸置疑的，我觉得获得了我们这么多人票数赞同的这样的成就和改变。智胜，你的林蔚这么大的成长，看到这你心头什么感受？真的是开心，因为也看到了最开始他面试后那时候的自信潇洒，然后到他那一次表现不好，然后在那哭泣。我想做的事情是我用了很大的代价换的。其实这个事情特别能理解，因为相比于其他人，他可能做这件事情背负的东西，它的成本是更高的，在他看来，因为他放弃了他之前的选择，然后他背负了家庭的压力，同时他面临的又可以说是一群非常非常难以对付的对手，最顶级的一群人。但是你能看得出来，他在这个过程中，在这个极端的考验下，一步一步的成长，一步一步的去学习，一步一步的去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。真的替林蔚开心，厉害！他不仅还在我们的榜单上，而且一下跃居并列第3名，而且他是战胜了庞征，断崖式领先的他的对手，来获得今天的这个分数。然后在他所有的艰难当中，其实有一件事，就是这种职业从零开始的艰难选择。全林老师是不是有过类似的感受？对，就是其实你要切换一个赛道，就2个赛道里成功的方式，和你的擅长之处会完全的不一样，对吧？是的。所以其实从中间换一个赛道，最大的困扰可能在于你已经建立的叫做我是谁，我能做到什么，突然到那个赛道开始从零开始，就那个其实是需要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去主动适应的那个能力。
子琪和超越，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跨界时刻？跨界时刻，艰难或者需要勇气的时刻，来做一个曾经没那么熟悉的事儿，但依然有勇气把它做好，有吗？有勇气把它做好。其实当时在做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说一定要把它做好。我记得你之前有分享过，你是高2还是高3在艺考的时候进入的表演的世界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不艺考，你会做什么？我在那之前，我是在学习斯诺克。斯诺克，斯诺克，教一教我呗。所以你是走职业路线了吗？斯诺？在学习，在往职业的方向去努力。我爆料一下，最近刚刚夺得世锦赛的赵欣彤老师和子琪也是有不错的关系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在同一批打过比赛，所以您差一点是职业运动员了。那差老鼻子远了。在去往那条路上，想不到，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了。我还没有那个球杆高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那时候还叫台球厅在里边就玩，展现天赋。是天赋型吗？如果说我在那个时候被送去学了，我很有可能就真的是有机会去往职业的道路了。哇，这个是真的第一次知道啊。超越有吗？我之前的工作是可能就是工厂里的工作啊，然后后面我也不知道自己一步一步怎么选择，然后就是慢慢的就走到了就是一个其实相对这个陌生的一个领域嘛。一开始是很拧巴的，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适应了，然后学习会觉得啊，别人都已经学好了才开始，而我是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有一种永远都在追逐奔跑的路上，然后没有准备好的那种慌乱感。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也已经习惯了，对，然后也很珍惜这份工作。现在每天就幸福快乐的。是的，很满足，有一点点进步我都觉得够了。对，这是我的节奏。哎呀，开心，真的非常感谢超越3期的陪伴。但是谢谢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这3盏灯也不知道能亮几盏。那经过这一次课题实习之后，杨凌卫终于突破了0分荒，已经得分。那如果刘佳宁踢馆成功，王玉和侯子泰之间就必有一人会提前结束实习。如果刘佳宁踢馆失败，那么直接铩羽而归，跟我们说再见。所以下一期这个谜底就会揭晓。渴望就可能，心动就发生。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，下周不见不散，拜拜，拜拜。让我们欢迎胡先煦。嗨！第一重身份加油团成员，第2重身份王玉和侯子泰的访谈嘉宾。我们2个要采访胡先煦，我没有采访过明星，还有头绪，不行，让我紧张。他们前面的合作就不太顺畅。我们2个既是搭档，也是竞争关系，就是既要合作又要竞争。他要是当着我跟邓克面，他俩干起来，我俩得傻了。哎呦，太吓！我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么好。我很害怕搞砸，我根本一点都不自信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，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。原班人马打造，让人梦回大唐，太让人惊艳了吧！山东段子王，车间一枝花，赵小慧、孟川，欢迎。主持人需要迅速的把场子热起来。那2位老师上场之前会有紧张吗？比如说就冷场这个事情，万一他们不笑又会怎么办？有的演员帮他提前切脱再干演。我们等一会儿也可以有兴趣找您签个名。买书了嘛就签。他俩好适合这个节目啊，真不错。各有千秋，要分伯仲呢有点难度。如果佳宁赢，那么子泰和王玉有一位就危险。太难了，我们。我突然心跳好快啊！总归要有个结果。我内心已经破碎了，我疯了已经。